我就觉得非常的 guilty， 你知道吗？罪恶感。我觉得我天，你这想法啊 ，Hello， 王太，一样的发型，但是一样的穿着，我们可以换一种心情来聊一下回到上海的初印象。哦，冷死了，冷死了。哎呦，冷死了就算是一个是吧？真的是冷。我们回到上海是第几天？是第3天？第3天了吧？我是第一次出家门。我来讲一个非常非常初印象，就是真的是一落地上海的印象吧。你说啊，就是当飞机刚开始降落，那个轮子噔噔开始落到滑行轨道上，好了，这个印象就开始。你知道是什么吗？竞争。对的。哎呀，以前在上班的时候呢，觉得是竞争，所有的人唰的就站起来，蹭蹭蹭把那个行李箱打开，然后咚的一下就站起来，非常挤的排到了这个中间走廊上，就等着要出来。我还夸张呢，我坐在第6排，已经比较靠前了，后面大概10多排窜上了一对跟我爸妈一样年龄的老夫妻，还会挤着你是吧？挤得不得了，就是跟你人贴人，就是那个老阿姨啊，还有这个老爷爷啊，简直是已经跟我贴身了，你知道吗？而且不断的手在那边推搡，就要往前面走。这时候其实机舱都没有开舱门，没开，廊桥都没接上呢，对，根本就没有接上，所以大家都是在那个走廊里面等待着嘛。我就觉得他这样一直都贴着我，我就特别不舒服。然后我就很凶的跟他们说了一句：“推什么推啦？还没有开门啦！”但是要看到好的一面，我觉得还是有进步。我记得我以前很早坐飞机的时候，甚至于连那个滑行都没有结束，那个 seat belt 标记都还没消失的时候，就有人企图要去开行李箱了，那还蛮多的。空姐还纷纷就说：“哎，请您坐下，请您坐下。”你说年纪轻的人出差要赶时间，那也就算了。后面是我这2对是跟我爸妈一样年龄的老夫妻，还这么着急，我真的不明白他们这么赶是为了什么。我觉得赶你也赶不了时间，因为廊桥没连上，门没打开，你差那么一点时间吗？最关键呢，就是我觉得竞争背后的一个问题就是焦虑嘛。你整个你看啊，从我们拿行李出飞机。然后呢，到我们去等出租车的时候，我不是录了一下吗？你整个在等那个电召的车和出租车的地方，就是哎呀，这个车来车往，人来人往，然后管理人员不停的吹着那个叫什么 whistle 是吧？口哨是叫口哨吗？上海话叫教鞭，哨子那边啾，不停的驱赶，说哎快过来走，哎呦，你感觉说就像是一个市场里的一个。怎么讲被驱赶的一个人一样的，就马上心情就感觉有点小沉重吧。我感觉自己像牲口一样，然后就我们这些车流就像牲口一样，就是被他们在驱赶。我也不明白这有什么，稍微大家等一下那又怎么样？就真的是。然后我们接车的这个司机啊，打电话来，然后一开始还能联系得上，后来再打电话问你在哪里，他就一直不接电话。然后他最后一次接电话的时候跟我讲说要收超时费，就是飞机是按照落地的时间算，到我们坐上车的这个时间，如果是他只能免费等1个小时嘛，1小时以后1分钟收费2块。那话说完之后，我也开始紧张了，你知道吗？你就是嘛，你一开始，所以我就催着你们快点。当然我也担心要耽误人家司机做生意嘛。广场舞就是这样，这叫广场舞。当然司机也是很焦虑的啊，他后面都开始不接电话了，好不容易接通，他说你走错路，走错地方了。其实我们没有，我们一直在那里等他，他后来又来了。这是我的第一印象，然后我马上就有第2印象，我要跟你分享一下。就我觉得每个城市有每个城市的味道，像你到了泰国，有一股泰国的味，就是那种罗勒味吗？对啊，就是这种味道。我们去巴厘岛有巴厘岛的味道，大马就有大马的味道，但是上海很不幸它不是植物的味道，它是香烟味。对，一点都不香啊！连 Wilson 也说太臭了。是这个很难闻，你知道吗？而且你上了车以后，司机压力也大，他也抽。哎呀，那个下了车，衣服上冬天的那种织物的衣服的表面上还长的留在那边。这个我觉得很糟糕，这非常影响一个城市的形象。我的印象当然是回到家以后就发现，吃苦嘛，就是要艰苦朴素就是这种上海的气息，就是要艰苦朴素。这种精神品质也出来了是啊。在哪里感到了吃苦呢？就你看我爸妈那种节俭的那个生活的状态作风就感觉到说，这个就是熟悉的味道又回来了。
你要人离开的地方必然要关灯，对吧？然后还有就是洗碗机，哎呦，打开来一看，我有点心疼啊，真的是都已经生锈了。还有就是我们家的以前用的这个烘干机啊，直接完全电源拔掉，现在开始堆雾了。哎呀，就是你觉得说，然后我爸我妈就整天不停的在洗洗涮涮弄弄。就是你不能有一个碗留在水槽里边，哪怕就是说大家等一会儿，可能这顿饭吃完之后再洗吧，不行，他们一定要马上洗。然后呢，洗衣机也不用，洗衣机他觉得是洗不干净，有很多东西都是手洗。你知道大冷天啊，我妈在那里手洗啊，我的天哪！哎呀，我就是，然后看到他们这个生活方式，我就开始责怪自己，觉得自己太骄奢淫逸了，太会享受了。然后又能想到说，他们以前我们小时候是从来不开空调的，然后为了我们回家之后，空调就一直试图开着嘛，我就觉得非常的 guilty， 你知道吗？罪恶感。我觉得我天，你这想法，你这3个想法我一个都不会有。我非常非常难受，我非常拘谨。我觉得我爸妈真的是，哎呀，这个他们肯定不舍得，心里面肯定想，为了我们3个人，天哪。你这3个想法我一个都不会有。我觉得就是说我只要在合法合理合情的角度内大家想法不一样，我就做我喜欢的，我完全不会因为别人怎么看别人怎么做对自己产生道德判断产生影响我是觉得就是说，你看了爸妈近距离的生活方式之后，像我们在马来西亚也惯了之后嘛，你就会觉得说有一种真的深深的歉疚感吧。一个是可能半年才回来一次，然后当然看到他们，我爸我妈还算好，没有什么很大的容貌上的变化，但是你看到他们这个生活方式啊，我就会在想说，哎呀，这个我的生活方式是不是太过夸张了，太过铺张浪费了？但是我今天早上忽然之间就觉得和解了，我觉得对，这个不就是他们吃苦的自由吗？就像我们是享有不吃苦的自由，那他们有一种吃苦的自由。我突然之间就想明白了，对他们来讲的话，如果是要偏离他们的这些艰苦朴素的节俭的这个生活作风，对他们来讲可能就是背叛他们信仰一样的这个存在，可能就是否定了他这么多年所教育然后给他的这种所谓的人生幸福观的这样的一个形成和塑造。所以你要推翻他的这个生活方式，哪怕我们觉得说他是有福不要想，对他来讲的话，我这也是强人所难嘛。对，我倒是惊讶的是，你咋才想明白呢？因为我觉得个人有个人的生活方式，个人尊重大家是非常自然的。可能在我20岁不到的时候，价值观就已经形成了。你为啥就是明明也懂这些的情况下，还要花很久才能够真正的实际上的接受呢？我觉得对我来说，我不能接受的一点就是，我其实一直困惑，我爸妈这样的节俭的生活方式，我是不是应该现在在跟他们生活在一起的这10几天，我也应该去 follow。这样才能够让他们觉得我是孝顺，你知道吗？因为像我这种懒人来说的话，我不就是因为不爱洗碗、不爱洗衣服，我才买了这个洗碗机，还有这个洗衣机吗？我是不是也要像他们一样，为了符合他们的这个吃苦的价值观，我就应该立刻马上这个碗我就要手洗衣服就要手洗，你知道吗？我是在纠结这个。我懂了，其实就是你并不是不尊重别人的生活习惯，而是你看到了别人跟你的不同以后，你总是拿来去对照和反思，还要求自己，这种就产生了价值观冲突了。对啊，因为你知道我完全不会我顺从了他们之后，我肯定是不舒服的。我这好好的时间我用来给我自己，你说做什么事情不比洗碗洗衣服要开心？对吧？那对我来讲的话，我一定是让自己不开心，然后去迎合他们，所以我是纠结的这一步。那我今天早上就觉得说呀，那要 upset 那也只能是可能对不起了，拜拜。可能对我来说是完全自然，很年轻的时候就想通的事情，你确实需要花很久，因为你感觉周遭环境对你的影响总是比较大的。那你可不可以未来就借着这个你这次的想通，可以再扩展一点？有很多事情人和人想法不一样，或者别人这么说，完全不意味着要对你怎样。对啊，你其实拥有极大的个人独立和自由的。是啊，哪怕以后他们再接着说我这个什么怎么这么不能吃苦啊也那我就跟他说对，我您说的都对，那就可以了，不用争辩什么。然后对吧？他不就是想指责我一下？那如果说我表现得非常的沮丧，那说不定他就觉得他的这个对我的教育已经成功了，我只要让他这样开心就可以了。万一以后再被人批评
或者别人跟你这个说法想法，你感到受到冒犯，其实都没有这么严重。对，但是包括说我包括说观众，对，我们都不是有心的。对对对，这个不是最近看的一本书，就是How to Forgive When You Cannot Forgive 里面，他讲的很对啊。我现在也在试验啊，这叫慈心观嘛。就不管别人做了什么事情，我就心里祝福他就可以了。对我爸妈来说，他做一些对我一些这个要求是我达不到的，或者是我达到我让自己会很不快乐的这样的，那也我就祝福他嘛。但是我自己做我自己的事情就可以了。对啊。就像阿德勒不也说嘛，人总是做让自己开心的事嘛，尊重他，就是尊重他的开心，然后不要让他来影响到自己。但而且我以前现在我想明白的就是，我不会因为他不认同我，然后我就一定要跟他对着干，就没有这个必要了。对，对，还是要让他开心嘛，他生活在他开心的状态里面，我不要去打击他的开心。对的。我代表小光头本人啊，就非常欣赏你的这种反思。哎，谢谢你。而且你已经反思了这么深哈，我觉得有意义的。尤其你刚讲的最后一点呢，觉得可以引以为戒，就是你也没必要最后说 OK， 既然我的价值观不能跟你融合啊，我要让你后悔，我要就是说一定要就是要做出一些表示，然后才可以解决这个问题。因为你一开始 from the beginning 你觉得可以接受 OK， 你过你的我过我的，你只要开心就好的话，那么一切就会变得更加轻松简单一点。反正怎么说还在修炼吧，至少那天晚上回来第一顿，我看着他们就是充满怜爱的看着 Wilson 在吃东西的时候，但是我爸是 Wilson 做的每一个动作他都有意见，比如讲说 Wilson 要吃饭，他就会说等会儿吃饭呀，然后Wilson 要吃某样东西，他就说哎呀能不能少喝2口呀，就是你看着他们去把他们这些价值观放在他们的第3代的身上，我还在修炼，就是怎么说呢，不要生出那种请他们不要再这样了，就让 Wilson 好好吃顿饭的这种想法吧。心里面还是会有这种想法，当然我已经不会在他们面前表露出什么了，反正只要 Wilson 没有什么意见的话，就让他们去吧。那当然了，我跟你说，一个人不能生长在纯是单一的营养和物质的环境下。你看人身体内其实也有大量的细菌，我们也有很多相反作用的细胞在，这个都很正常。最重要的是 Wilson 本人他接受的特别好啊，他知道我回到家我要体恤老人的心情。你不觉得他这2天和老人的话特别多，然后他即便很多要求都他们提出来的，他也总是嬉皮笑脸的最终会接受吗？跟我对我们的态度不一样吗？他能够安之如饴就可以了，对呀，不用替他操心嘛。对呀，他们施加者和接受者都是两厢情愿然后我觉得我们最重要的是把 Wilson 的价值观的 guideline 啊，就左右的他这个 guardrail 都设置好，虽然很宽，但是他确保不会有太偏激啊，太不正确的想法。我觉得也没有什么，就最终看得不爽的还是你自己嘛，还是好，今天出来走走也比较暖和，我觉得现在身体还比较暖一点。我其实还有个小小的表浅的印象，就刚回到上海，我们是不是上了那个叫的出租车吗？我就发现这个天怎么会有点灰蒙蒙，马上意识到这种所谓的蓝啊，虽然说在 PM 指数也不高的情况下，但这种蓝色和在泰国和大马见到的是不一样的，是有一点点灰度的，你知道吗？就是更偏向莫兰迪色的感觉，就是你感觉好像空气里面有一些颗粒啊，尘埃的颗粒，大颗粒，所以就是感觉都是像上了一层这个迷雾一样。但是这又不是我们说的雾气的那种湿度，就是一种尘埃的颗粒在飘的感觉。好吧，冬天还是让人说不清的心情。一方面各种人事物啊都相对萧条一点，肃穆一点，但是另外一方面呢，我又比较喜欢冬天，因为冬天呢它是斜阳，一整天都是斜的阳光，很暖和很温暖。但是你看你看今年大概天冷的比较慢现在虽然是冬天的季节，但你看路上还是那种深秋的，你看落叶的各种各样的颜色，这个确实蛮漂亮的。好吧，那我们 enjoy 接下来2周吧，希望我也能看到你进一步的变化我要鼓励你
就我觉得这次回来之后，我还深深的觉得，我是希望那一些我们在墙外看到的这些讲中国经济不行啊，上海的这个大都市的没落啊，我还是希望它不是真的，你知道吗？所以我一直在收集一些这个线索，就是你其实看到现在路上还是干干净净的，你看还有很多的人在这边维护着这样一个城市的容貌，然后包括你看这个绿化那么漂亮，还是觉得说像以前一样的那样的活力吗？好，那我们再过几天，我们跟不同的人聊了以后，就这个现在的，我们就这些经济啊、民生啊、大家的方面工作啊这些情况再做一个小总结吧。好，这个漂亮吗？这里还有一个建筑，超美的建筑。但你们一定猜不到这个建筑是做什么用的，猜到的人告诉我啊！大家来猜猜看。